来一场头脑风暴。我们现在就可以进行一场头脑风暴了吗？如果这次头脑风暴需要找出解决方案，我建议我们还要先分一下角色。我们需要扮演什么角色呢？头脑风暴中有这些角色：主持人、秘书和保镖。还要保镖？难道要维护我们的人身安全？现在我给你们都分配一下角色。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头脑风暴中的角色。主持人负责宣布规则、提问题、引导大家，这个角色我就当仁不让了。秘书有2位，一位是大秘书，负责呈现，就是组员提出观点的时候，写下相应的观点。茱莉亚，你来担任这个角色。另一位是小秘书，负责记录头脑风暴过程。注意，小秘书不能负责呈现，安妮，由你来担任。保镖也有2位，大保镖负责看时间，我们本次设定个人发言时间是3分钟，时间一到，大保镖就要提醒。麦克，你来担任。二保镖保证会议讨论不能跑题，比如说在讨论的某个环节出现一个比较好的议题，但是这个议题现在不能讨论。李德，你来担任这个角色，明白了吗？ OK， 明白了。作为主持人，我先说一下这次头脑风暴的1、2、3规则。1、发言，就是每个人都要发言，但每次只能1个人发言。2、追求数量，追求创意。例如前面提到的领带的用法，能列出50条都是轻而易举的，但是到100条、150条，那就是非常有创意的。所以说，没有数量就没有创意。3不许：不许质疑，不许批评，不许打断。对于提出的想法、点子，谁也不能说很傻、不现实、领导不会同意等这样的话。大家都明白原则后，我们的头脑风暴会议将按照这个流程开展：主持人发言，个人发言，小组讨论，小组决策。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如何营销尽可能多的客户，每个人发言时间为3分钟，麦克负责计时，请大家积极思考，10分钟后开始个人发言。我看啊，不如举办一次红酒会，高端大气，吸引客户。我认为可以给客户优惠折扣。营销人员的积极性对吸引客户也有影响。服务质量更是客户考虑的因素之一。现在大家都发言完毕，还有补充的吗？如果没有补充，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。现在，小组内进行讨论，你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激发新观点。叠罗汉就是不同观点叠加，移花接木，不同观点取优整合。架桥法，相反之间产生新观点。唱反调，反转某些观点。这几个方法真不错，经过小组讨论，大家又补充了一些新观点。我记录下来的观点已经有60条。接下来就要进行小组决定，明确下一步的行动。经过头脑风暴小组讨论，关于如何营销尽可能多的客户这个主题，我们从服务质量、人员积极性、客户需求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方法，分别是：非常好。最后，感谢大家积极参与本次头脑风暴。一次成功的头脑风暴，除了在程序上的要求之外，最为关键是讨论方式、心态上的转变及充分、非评价性的、无偏见的交流。不过，至此任务只完成了一半。更重要的是，对已获得的设想进行整理分析，以便选出有价值的创造性设想来加以开发实施。头脑风暴得到的建议、点子，可以组织专家评审，或者由头脑风暴参与者进行2次会议评审。头脑风暴是一种技能，一种艺术。头脑风暴的技能需要不断提高。如果想使头脑风暴保持高的效率，必须每个月进行不止1次的头脑风暴。有活力的头脑风暴倾向于遵循一系列
陡峭的智能曲线，开始动量缓慢的积聚，然后非常快，接着又开始进入平缓的时期。